拼死拼活才能赚到你认为足够的数字。但到了那个时候，你已经老到根本没办法好好享受人生，只能安慰自己，至少为小孩拼出了一点未来。但你的小孩多半也在你的期待下去重复你那个用双手一点一点赚钱的辛苦路径，最后没有人活出自己想要的生命。阶级世袭还是有机会停止的，而且你现在就能让它停止，只要你好好把接下来的影片内容看完，了解重复发生的原因，勇敢打破这样的循环。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穷？如果我说你之所以会穷，就只是因为你穷，你可能会觉得我是在攻三小。不过事实就是，就像有钱人继承遗产一样，贫穷同样也是继承来的。我有2个交情十分深厚的朋友，小明跟小美，两人各自成家立室，也都生了一个小孩。有空的时候，我们常会聚餐聊天。这2个人的家庭本来在经济条件上就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出社会后也延续了原本的差异。小明一家的月入约为100万，并且双方的家庭背景都相当富裕，可以说是门当户对。相较之下，小美一家月收入不到10万，目前还在租房居住。小美来自一个普通家庭，老公的收入还需要部分支援自己的家庭。最近的一次聚餐中，话题转到了孩子身上。从对话中可以感受到，小明家的孩子有着更多的选择和发展机会，从幼儿园到国中都一直在明星学区，想学任何才艺也都直接请业界里的名师来教。而小美家则比较关注在满足孩子当前的基本需求，希望孩子能健康成长，好好念书。小美曾经说过，如果经济许可，她希望能再生一个孩子。但小美下班后总是要马上赶去接小孩，而且她的老公因为工作的性质常常无法回家，生活的重担几乎全落在她一人身上，因此他们家的生活以节俭为主，只在必要时才花钱。听到这些，很难不担心，小美的孩子现在虽然还小，可能尚未意识到经济条件的影响，但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开始与同龄人比较。当他发现自己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拥有某些东西时，这种现实可能会对他未来的梦想造成重大打击。而且小美跟她的老公也抱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想法，相较小明家可以多方尝试不同才艺跟职业发展。小美家的小孩似乎只有稳定生活多美好，3年5年高普考这条路可以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阶级复制的故事，贫穷的家庭一代一代去传承着贫穷。对他们来说，最快成功的方式就是读书，出社会后得到稳定的铁饭碗，然后过着平凡的生活。真正的财富不需要花费你大把时间跟心力，拼死拼活才能赚到你认为足够的数字。但到了那个时候，你已经老到根本没办法好好享受人生，只能安慰自己，至少为小孩拼出了一点未来。但你的小孩多半也在你的期待下去重复你那个用双手一点一点赚钱的辛苦路径，最后没有人活出自己想要的生命。阶级世袭还是有机会停止的，而且你现在就能让它停止，只要你好好把接下来的影片内容看完，了解重复发生的原因，勇敢打破这样的循环。如果你心中也渴望改变贫穷世袭的状态，希望一代过得比一代更好，而不希望下一代传承上一代的辛苦，那我接着就会跟你分享我的看法，请先为我点个赞，给我一个能够支持我继续分享下去的动力。从古至今，阶级一直深深烙印在我们的社会里，这也许是一种自然法则。人类的智商其实是呈现常态分布，也就是极端值的人很少，几乎没有人是低于55或高于145，而偏向正常的人数是最多的，大部分人的 IQ 都集中在100，也就是一个正常的水准。但如果统计全世界人口数跟拥有的财富，却会发现呈现了82法则，世界上80%的人只拿到20%的财富，而剩下的那80%财富都掌握在20%的人手里。82法则也被称作关键少数法则，在人类生活甚至自然现象中都适用。例如，意大利约有80%的土地由20%的人口所有，80%的豌豆产量来自20%的植株。一间公司80%的营业额往往也来自20%的核心客户。也就是说，那些有钱人的智商跟能力可能与你我没什么不同，但为什么有钱人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跟财富，而你却始终需要为生计而辛苦耕耘呢？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你运气不好。曾经有个研究团队打造出一个虚拟世界，设计每个人的初始财产都是10块钱，总共有1000个小人。
能力值也按照常态分布去调配，从0到1，没有人是0，也没有人是1，大部分人都落在0.6，并建立出一个好事、坏事的机制。当小人遇到好事时，根据他的能力值是多少，财产就有多少几率能翻倍。例如，能力值0.6的人，财产翻倍的几率就是6成，会变成20块。在下次遇到好事时，又有6成几率可以翻倍成40块。遇到坏事的话，财产则是无条件的减半。因为团队认为，当机会来临时，根据每个人能力值的不同会带来不同收益，但无法预期的灾难来临时，对每个人的伤害程度会是一样的。每个小人都设计是在20岁开始赚钱的年纪，经历40年，到了60岁退休的年纪，再来看模型运作的结果，最后呈现出来也一样是符合8·2法则，有20%的人垄断了8成的财富。绝大多数人的资产都趋于0，只有一个人从10块一路翻到2560块，相当于剩下所有人资产总和的128倍。而这个人的能力值也仅仅是0.61，并不是什么惊世天才。这个实验假设每个人起跑点都是相同的，而且遇到好事、坏事的几率都一样，那么机运或许就真的是成败与否的关键了。但现实生活里，阶级的设计却又打乱了这一点。不止每个人的初始财产不一样，连好事坏事发生在你身上的几率都会因为你身处的阶级而不一样。所谓的阶级复制，真正可怕的作用不只是在于传承财富而已。你肯定也听过有些富二代坚持自己创业的励志故事，就算不跟家里拿钱，他们的成功似乎还是透过阶级成功复制，主要就是因为文化资本跟社会资本在作用。家庭背景在你升学过程就会开始发挥影响力。明明智商呈现常态分布，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上台大，你却不行？真正的差异还是在于资源、环境、企图心以及运气。而医学系更是典型的阶级复制，先不说要能考出高分的背后是多少教育资源的累积，实际进去之后就会发现，那些同学家里几乎都有医学背景。不只是台湾，美国的常春藤名校1年学费就要200多万，一般人家的小孩就算考上也没办法去读。高等教育就是一个筛子，把所有阶级不够高的人排除在外。出社会之后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企业愿意花大笔钱去请顾问这样的角色？因为顾问来说一句话，改变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可以为公司带来数倍的营收。如果你的父母本身就是成功企业家，和他们往来的也都是一样阶层的人，那么你从小听到的都是行业里最关键的核心，光是掌握的讯息差就把一般人甩开几条街。而你想要展开自己的事业时，也可以直接参考证实有效的模式，避免废货的身边那些高人指点。再举个更贴切实际的例子，偶尔会收到一些网友来信问说，我的教学订阅费比市面上常见的价格还高一点点，差别在哪里？我只能说，因为我玩的是期货波段交易，出手都是为了赚数百点的利润，出手频率虽然低，但是操作一趟就是好几位数进账，跟赚买菜钱的操作逻辑是完全不同世界。毕竟我们主打的波段操作，跟一般小资族喜欢无本当冲，或是拿小本金加高杠杆杀进杀出的观念不同。订阅我教学文章的学员们，跟我一起在股市里共同作战了好几年，到现在依然能存活得好好的，这样的机缘同样也跟阶层有所关联。学员们能与我有这样的机缘相遇，也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工作收入不是落在中低收入，并且也知道持续学习投资脑袋才能增加收入，所以才会加入我们。舞台不一样，格局不一样，做法就不一样。有句话很有名，你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就是这个道理。你如果真的想要赚到更多钱，就要持续扩张自己的认知范围跟认知深度，不是吗？我们听过很多阶级向上流动的故事，像小学社会课本一定会教陈水扁从3级贫户变成总统的故事，或是知名艺人因为家中负债而必须在充满蟑螂的小套房中成长，但如今已是韩国的一线女星。她曾经说过，没有比贫穷更痛苦的是，贫穷会让爱人、亲人逐渐疏远。那个时候我就懂得这个道理。这些故事不停在告诉我们，只要你足够努力，就可以达成阶级流动。真的是这样吗？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为了研究如何减少飞机被敌军打下来的次数而绞尽脑汁。他们一开始发现飞回来的飞机弹孔都集中在机翼两端以及机身中间，于是补强了这些部位，
但有飞回来的飞机反而变少了。这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是那些幸存的飞机。但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在于，为什么飞机会被打下来？所以，真正有价值的样本是那些已经坠毁的飞机。逆向思考之后，改成加固那些没有中弹的部位，也成功降低了飞机的损失率。这就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以为贫穷是跟知识匮乏、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有关联，其实更有影响力，让穷人无法做出正确决策的原因有2点。第一，贫穷会影响到你的认知功能。当你每天被账单跟债务追着跑，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的时候，不只会让你没办法好好读书，增进自我而已。更有研究证实，当你过度关注在自身的贫穷时，你的智商会下降13分，相当于一整天没睡觉。其实也可以理解，当人一直暴露在压力、负面情绪中，大脑的认知与记忆功能就会受到伤害，长久下来让穷人始终无法做出更聪明的决定。第二，身处在一个选择有限的环境中。就像前面的故事里，小明的孩子有余裕跟父母的支持，能尽可能去探索世界，找出自己真正感兴趣或者有才华的领域。但小美的孩子却只有念书、军公教这2点一线的道路能走。尤其在华人世界里，更容易遇到家人用"我是为你好"的方式来教育你。事实上，他们真的知道什么选项是最好的吗？如果教育者本身没有能力成为富人，那他们给予的教育就能让受教者获得财富吗？看到这边，你可能会有点灰心，如果阶级复制是注定的，现在的努力是不是都显得多余？但我不是来教你冷水，而是来教你方法的。我举个例子，上周这部影片有说到，我有写了2篇免费文章，提醒清明节过完，台股会变盘，结果台股马上1周暴跌1600点。接着我在文章中继续教学，可以透过学习如何计算，确认跌掉1600点已达跌幅满足，接着就会走下一波大多头。以最近期5月9日到15日这一周的行情为例，验收成果：500点的打1， 400点的打2， 200点的打3。如图中统计显示，学员们在台指期结算前1周获利400到500点以上的人占大多数，工作比较忙，偶尔下几单的人也有获利个200点以上，这些都是同学们真实回馈。每个人喜欢的方式不一样，对我而言，投资就是最强大的武器。很多人喜欢说股票市场是本多终胜，这么说也没错。你今天本金有100万的时候，赚5%也有5万块，已经是不少人1个月的薪水。但本金如果只有10万，就只能赚到5000块。本金越大，需要承受的风险越小，要获利也比较容易，这是一定的。但本金小，同样也有本金小的玩法，期货会是很好的选择。小台只一口的保证金不到5万块，玩期货不像玩股票这么累，不用经常查资料，不用看财报，不用看财经新闻，不用听小道消息，不用管内资外资，最爽的是不用一直选股，标的只有一个，相对单纯。只要学习一套固定的策略，控制好停损距离，控制好资金比例，可以复制、可以重复做的模组，一旦看法正确且做法又正确，获利的倍数通常都高于5至10倍。这样的模组就是高盈亏比的模组。所谓的盈亏比，就是每次平均赚的钱除以每次平均赔的钱所得到的数字。例如，平均每次获利是100万，平均每次亏损是10万，盈亏比就是100万除以10万等于10倍。这意思就是说，你每上对一次趋势盘的车，并且有勇敢的抱住，可让你的获利达到100万，而你每次做错都有严格停损，每次亏损约10万，那做对一次赚100万，是不是就足以抵你10次的错误？接着你只要谨慎一点，让平均做错的次数低于10次，就能持续守住你大波段的获利了，对吧？如果你经常上对车抱不住，上错车反而抱很紧，现在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这种状况。只要你是我 YouTube 频道的追踪者，我们就是有一面之缘的情分在。先送你一个见面礼，在描述栏的第一个链接免费试用超直觉波段软体，软体内的各种功能都是为了解决投资人的心魔而设计。最新活动请在说明栏找小帮手洽询。学好这套投资策略，不只是对你个人有帮助，它更是可以传承下去，让你的孩子不需要去重复为生计苦恼的人生。我们只需要在大波段发动前动手指下单，设定好保本保利的云端智慧单，不需要盯盘，让钱自己长大，就是做波段最大的好处。不过也是常常有人说，他喜欢盯盘，不盯盘很无聊，不知道要干吗？
好吧，如果可以去除奴性，你会想保留奴性还是去除？你的小孩想学什么才艺，想出国游学，是不是就可以鼓励他去？你曾经有想做的事情被现实抹灭而不能去做的，有钱有闲了可以去做了吧？之前忙碌于工作而放弃的兴趣，现在可以去做了吧？怎么可能不盯盘就不知道要怎么过日子？我们这一代人幸运的是，网际网络、人工智慧等等划时代的科技技术出现，已经大大降低了开启一门生意，让你开始赚钱的门槛。以前要开实体店面，初期准备金动辄上100万，每个月的固定支出也要个10几20万，但改成经营电商，准备金可以大幅压低到10万以内，每月成本也不太可能高于实体店面。你也可以参考我这部影片，我在里面有提到，人工智慧的出现会是将现在的阶级分布打破重组的机会。只要你看过那部影片，学会发挥 AI 的力量，那将会是比阶级更加强大的助力。渐渐的你会发现，原来有钱人的生活最难能可贵的不是买豪宅、买豪车、买奢侈品，这些中产阶级透过贷款也能买到。就像你的同事跟你一样薪水，不也是常常买名牌？精致昂贵的东西在有钱人的生活里是常态的存在，并不稀有也不稀奇。他们比你多出很多的宝贵东西是时间。时间是唯一一个生而平等的东西，但有钱之后，时间才能真的属于你，而不是属于你老板，属于生活的压力。有了时间，才真的是在过生活，而不是求生存。如果你还不了解要怎么找出趋势，你可以参考资讯栏里面的连结。投资自己永远是最好的投资。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别忘了按下喜欢并分享出去，给更多为阶级复制所苦的人提供一点方向。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认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